少喝点儿啊！会场的事我都替你处理完了，别担心了。看你这样，你也没担心。行了，行，放下啊！你就上去歇会儿，走。走开啊！这是干嘛呀？啊！他骗我，骗你了啊？没人骗你啊！原来他一直在恨我。啊，我们都可爱你了。好了，来，别，还一月外。喝点水。师叔，感觉太痛苦了。为什么你让我再经历一次？咖啡。你真的不打算回家换衣服啊？会感冒的。你还好意思说？都是你害的！谁说有水的地方让我乖乖跟着他？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本来我还想报救命之恩呢，现在扯平了啊！哎，你还好意思笑啊？原来你会撒娇啊！胡说！谁撒娇了？我告诉你，你别诬陷我啊！好，不是撒娇，耍赖可以吧？既然明明知道有人搞鬼，为什么不和礼堂说清楚？说清楚又能怎么样？继续留在堂皇工作，面对礼堂。算了吧，可能就算没有人搞鬼，我也不想再面对他。为什么？那你的 fancy 拿回来又能怎么样？谁愿意等啊？谁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去等一个未知的新品牌？我用了6年的时间画它，6年的时间，10个璀璨都能上市大卖了。我觉得离开堂皇不可惜，但你不应该以这种方式。这样的话，别人会怎么看你，怎么说你？我才不在乎别人怎么说呢，他们说的话也改变不了事实。但我觉得，你没必要为了 fancy 留在一个不适合自己的环境里。我不是说 fancy 不重要，而是太过执着的话，反而会影响你的发展。现在还提什么发展？方思，失败不可怕，可怕的是失去信念。因为失去了信念的人，被击倒之后就永远也站不起来。信念。任何事情到最后都会变成一件好事，没有变好是因为还没有到最后。所以现在谁知道是错是对，所以要继续努力。如果你还想做，那就继续做，我永远支持你。就像你的偶像 James。干嘛？拿他来给我洗脑？只要你想继续，品牌就不会消失，它是你无穷无尽的灵感。不管你离梦想多远，走了多少弯路，只要你想继续的话，最后会指引你回到最初的地方。方思，要想成功，首先要学会妥协，学会怎么去失败。你以后不管做什么，只要记得初衷，只要不断的努力，你一定会有好。NSH 是乔尔斯最成功运作的品牌之一，它红遍全球，代表的是顶级奢华，但它不是速食品。James 是你的偶像，他的经历你应该很清楚，我相信他也是你的动力之一。他赶上的时代可能比你好一点，那个时候相对竞争要少一些。不过我相信，只要你不断努力，
机会一样会找到的。咖啡不想喝吗？我帮你再调一杯酒。这次又调的什么呀 Day by day。等一下。一对解千愁，人心是肉做的，水呢是越喝越冷，不一样就是水啊越喝越冷，酒这个东西越喝越热。这就是个佛方寺嘛，有什么了不起的啊？这有我好吗？没有吧？你非要知道原因吗？那我告诉你，我是故意弃权的，不想比了。我不是你赚钱的工具，我就是要担任场子。你当年卖掉我的店，现在击垮我的工作室，你还妄想着让我为你赚钱吗？拜托你好好动动脑子想想好吗？我有那么傻吗？你早就被我骗了，我就是故意要整你。我就是故意要浪费你的时间和资源，你不是就希望我报复你赢你吗？这就是我报复你赢你的方式。再喝，我们再喝。你酒量还真不错，一杯啤酒就倒。我你家到底在哪儿啊？送你回去啊。我喝了那么多酒。而且再说我高兴，有什么好高兴的？被人偷了创业，还把礼堂逼疯了。来，我哎，小心！还不管呢。哎，小心啊！再喝，我们再喝。我头发都快急掉了，电话也不接。哦，闹了半天你们俩喝酒去了。今天想想谈。先别说了，扶他上车吧。来，小心，你去开门。哎呦，你这个死丫头，你怎么到现在才接电话呢？都快12点了，你还不回家？你知不知道你妈我为你准备的庆功宴的菜都已经热了4次了？伯母你好，我是方四的朋友，他现在。我要再喝，浩然。朋友，哎呦，对不起，你们继续，那我不打搅了。哎，你不要告诉方四我打过电话来啊。哎，等等，我还想再问一下，你们是普通朋友还是？算了，我不问了，免得方四又怪我。你们继续，该干嘛干嘛 ，OK？ 伯母。我要吐了，我要吐。头进去了。哎呀，车刚死的不封丝。别嚷嚷了，开车去我家，快点。哎呦喂，这美人再造，醉意朦胧的哈，不错嘛。我没你那么猥琐，他去我家睡我房间，我去你家睡你沙发。开车。这要是程家南的话，我就帮你挡了。他都喝成这样了，你想？开车。没说你有事啊。没酒了。来，小心。哎呀啊！来，盖好。浩然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好吧，乖，睡吧。我没事儿，你们都不懂我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所有人都不懂你。睡觉。浩然，会不会有一天，你也觉得我是那个不可理喻的自己，然
就要把我踹了，然后离开我了。你忘了，我说过我是你的头号 fans。就凭你可以把我给杀，做梦！我真是不整死你，真是！哎，兄弟，新来的吧？走开，别烦我！捡垃圾你得换条街，这条街我说算。现在我说了算，干这像是！你穿人名牌，你跟我抢生意？哎，你知道我爸谁吗？你知道我爸谁吗？终于让我找到了哈，看我怎么整死你！我不知道你爸是谁，但我爸是李成瑞。找到了，看我怎么整死你！疯了，这真人疯了！昨晚你喝醉了，只好先把你带到我的公寓。我在班杰家借宿，早上会把早餐送来。吃了多，来，咱俩出去吃一口吧。我去，走开！这什么味儿啊？你昨天睡垃圾桶里了？喂，你不是有洁癖的吗？多，啊，你说你这喝点酒，直接从洁癖成屁了。啊，冰箱有没有吃的？哥，你说你这么大个房子，冰箱里什么吃的也不好，这日子是咋过的啊？哎呀，我说你别忙了，赶紧洗干净，咱俩出去吃口饭行吗？
既然这样，老板，麻烦你把地上的一片片图纸捡起来拼好，也许你就会知道答案了。这就是原因吗？为什么事情你不告诉我？方思。 方思，起床了吗？我进来喽。欧贝亚这次算是小人得志喽。就是呀，这傅方思干出这种奇葩事儿，以后在这行别想混了。哎呀，我表示好可惜呀。 既然你自己主动辞职了，那我们总该尽尽最后的同事情谊吧。东西都帮你收好了，车都帮你叫了，就停在门口呢。还有，我得提醒你，除了私人用品之外，你无权带走跟设计图有关的任何东西。祝你早日实现你的白日梦。 小奈，这2本书是我托人从国外带回来的，比较基础，但是很有用，里面有我做过的笔记，你留着用。太重了，想起别人了。现在想起人小奈来了。行啦，快签字吧。 傅大师，一路走好啊！但愿啊，你别再回你那个小作坊了。也希望欧总监一路走好，无耻到底。看什么看？干活！脸都丢光了，还在那儿嚣张。 都失业了，还笑得出来？你的早餐做得不错，挺好吃。昨天真不好意思啊。我想了想，还是不放心。但看来你的样子，我应该是白操心了。你看，我那帮同事可关心我了，我一回去东西都帮我收拾好。你那帮同事都和欧维亚一个德行，
看来你得开始投简历去找工作了，是吧？你还调侃我啊？没有。跟我来。去哪儿啊？上车。系好安全带。好。小奈，李总，过来啊！等一下副方师到的时候就要到办公室来找我。哎，李总，方思他早上来辞职了。他早上拿着自己的东西就离开了。那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呢？因为李总，方思他辞职了，我劝了很久也没用。厉害啊！你还有脸劝他？劝他早点走人，对吧？是怕人家知道你做了好事吧？不是。李浩然连自己的品牌都不要了，是不是？啊？然后你看，这里游客很少，是个让人很放松的地方。我平时工作压力太大呢，就会到这里来，放松一下我的心情。对不起啊，我忘了你穿了高跟鞋。穿我这双吧，不要弄伤你的脚。整体风格不搭，不协调的设计是不能出现在我身上的。那好吧，为了和你统一风格，那我也不穿了。对设计要尊重，不管在什么时候，这也是我爸对我说的。不管梦想有多远，走了多少弯路，总有一天，我们还是会回到那个最初的地方。这些话，我爸对我说过不止一次，从来都不会忘记。对，人一定要有梦想，万一实现了呢？从弹簧辞职，也等于放弃了你辛苦5年才画出的 fancy 设计。你不是跟我说过吗？只要我不放弃，只要我继续 ，fancy 就永远不会消失。而且还可以重新开始，没关系，
反正也不是第一次了。那你又何必要跟李唐说故意认输、拆他台之类的话呢？要知道，昨天来的同行这么多，如果李唐把你昨天说的话透露出去的话，你将没有任何诚信可言。抛开你的能力不谈，如果没有诚信，谁愿意跟你合作？我只是不想和他再有任何瓜葛而已。只有用那种方法，才可以让他对我死心。我觉得你太冲动了吧？你就那么介意他当年卖了你的店吗？化成灰都忘不得。那么如果有一天，你知道工作室垮掉是因为我的话，是不是也会直接判我死刑？就像你珍惜那条手链一样，不是因为上面有一颗钻石，而是因为有你的回忆。每件东西珍贵与否，不在于它的价值，而在于它对你的意义。它究竟对你有多重要，你有多珍惜它，都是你自己决定的。我一个人要怎么走？在没有你的路口。放肆你！你放心吧，我已经痊愈了。生活总是让我们遍体鳞伤，但是这些伤口一定会让我们变得更强壮。我是不会放弃的。跟我去一程小姐，沈总，之前李总生气的事儿，我觉得太奇怪了，好像他知道什么似的。湘南姐，我之前可是提醒过你的，李总对傅芳思有些不一样，别等到他们真有什么，你可就来不及了。老天爷给了你2个耳朵1个嘴，就是让你多听少说，祸从口出的道理不明白啊？沈总，这一款、这款、这款，还有这个，我都要了。我的尺寸您知道吧？麻烦了。好的，请稍后。我就是担心璀璨的项目会受到影响。璀璨会受什么影响呀？受影响那是傅芳思的事儿。程小姐挑选这么多的首饰，是代言活动用吧？请在文件上签个字，为这些首饰的价值做担保。在整个活动期间，我们都会派专人陪着你们，保证首饰的安全。你们有没有搞错呀？程小姐那可是活招牌，只要是她戴过的首饰，不管是不是在活动期间，都会造成潮流的。现在她愿意主动来做宣传，你们还那么多规矩。不好意思，这是我们公司的规定。啊，是我私人要用的，跟宣传没有关系，麻烦帮我包起来吧。好的，请稍后，帮他们包装一下。他们还真是过分啊！公司那边还有什么要担心的吗？还有就是之前打败方思的那些项目，都是外头的人，我觉得后续再用的话，可能费用会比较高。要不我约他们出来谈谈，看看能不能签一个长期的合作协议。不用了吧，这件事我会处理的。啊，那好吧。那些人都是浩然给我的，绝对不能让欧维亚这个大嘴巴知道。程小姐，一共是这个数字。代言人也没有优惠的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们通灵珠宝只有会员才会有优惠。程小姐好像还不是我们的会员吧？要不要填个资料，加入我们会员？你们怎么这么麻烦呀？哎，我说你们是不是故意的呀？好了，帮我刷卡吧。好的，请稍后。来，
这个数字，请刷个卡。经理，李总不是给陈小姐办完会员卡了吗？老板好。今天想吃点什么？随便挑。干嘛呀？还请我吃饭啊？我就是个穷光蛋，是个穷鬼，什么都没有，一醉解千愁。好小子，尹浩然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高富帅啊？都被校花给甩了，还有心思在这儿喝小酒吃海鲜啊？我要不要给你找几个小妞再陪陪你啊？啊？你这穷鬼，超哥说话没听见？我欠你们的钱，我下个月就还给你。上个月你就是这么说的，我告诉你，没有下个月，今天必须得还。我哪有钱？我身上没钱，我怎么还给你们啊？你干嘛？你还给我！原来你问我借钱就是要买这个。像你这种穷鬼，还是早点回家洗洗睡觉吧。你还给我，这对我很重要。你说像我这么优秀的，程湘南都看不上，他怎么能看得上你？这个东西，超哥我先收下了。今天超哥心情好，我再告诉你一个道理：穷鬼，他永远都是穷鬼啊！你谁啊？你以为你手上纹了个加菲猫，就是以为自己是黑社会啊？你没有听到说他这个手链对他来说意义不一样吗？他今天还不了钱，你干嘛还要拿他最重要的东西呢？我就是个穷鬼，看不起我吧？不要你的钱，你走。你还真不是一无所有，因为你还有脸在这喝酒。就算你现在还是个穷鬼，至少你还有明天啊！谁敢说你明天还是个穷鬼呢？如果你连希望都失去的话，那你就真是个窝囊废。我要是你，我就请吃饭了啊！你现在还真不是一无所有，因为你还有脸坐在这儿吃饭喝酒。就算你现在是个穷鬼，一无所有，但至少你还有明天。谁敢说你明天还是个穷鬼？如果你连希望都失去了，那你就真是窝囊废。你谁啊？干嘛啊？你干什么？你谁呀？你谁呀？你以为你手上纹了个加菲猫就是黑社会了？你没有听他说这条手链对他意义很不一样吗？他今天还不了钱，你干嘛还要拿他最重要的东西呢？美女救英雄了，你也不打听打听，我红星超哥的名号。少废话，让开，让开！他欠你多少钱，我还。小子，你艳福不浅啊！今儿我看在这美女的份上，饶你一次，给你个面儿。妹妹，你可要想清楚，她欠我的那个钱可不是一丁点儿。多少？整整3000块，看你怎么付。你是现金呢，还是用身体啊？告诉你，我已经报警了。你们既然都认识，他也赖不了账。惊动了警察，对谁都不好。现在就那么多了。算了，我等着，我等着，没完这事儿。那项链还我，项链还给你。你站住！你是谁啊？我就是一个穷鬼，看不起我吧？我不要你的钱，你走。你还算是个男人吗？世界上比你惨的人多了，我看你就是个窝囊废。
你说什么？我说你就是个懦夫窝囊废。我也失去了很重要的东西，很重要的人。可是我就算再怎么喝酒，我再怎么哭，我之后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。你还真不是一无所有，因为你还有脸在这喝酒。就算你现在还是个穷鬼，至少你还有明天啊！谁敢说你明天还是个穷鬼呢？如果你连希望都失去的话，那你就真是个窝囊废。我是窝囊废。当年就是你啊！当年那个人就是你啊！哎呀，我还真没有认出来呢，你啊，近视了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岁月是一把杀猪刀。哦，搞了半天你是要请我吃封口饭的话，怕我把这秘密说出去。我确实欠你很多啊，所以今天呢，就先从这顿饭开始啊。可是当年你欠了我那么多钱，现在就请我吃顿饭啊？怎么这么小气啊？坏，我看你今天能吃多少，随便点，今天我请客。那真的 ？Are you sure？ Sure。我要这个。哎，你想清楚了啊？想清楚了，我要这个红毛蟹。还有呢？我还要这个。这个行吗？还是当年那个样子。为什么突然不见了？之前浩然不是？之前是你说的要帮礼堂进行设计师评选，为了损赛造势，我调了4个设计师给你，只有2个参赛了，而且也是你说的呀，剩下2个水平不行。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就调到别的项目了。但是也不能这么快呀！我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啊。哼，那又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行了，没什么事，我回去了。你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回去。干嘛？浩然又不在。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你说走了个傅方思，又来了个张弛。哎，我听说啊，这人也不是什么好惹货。胜者为王，败者为寇嘛。谁让他赢了比赛呢？小娜，看一下。我听说他的得票数还是很高的呢。真的？哎，小娜，我听说欧薇娅想把你分到张弛那组，而且还是做助理，是不是真的？小娜。这就是我们弹簧总部。这是我们的样衣间，所有的样衣都会在这里打样。罗总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。这是我们设计部所有的同事们。罗总好。好，你们忙吧。来，李总已经在会议室等你了。哎，这是那张弛吧？好像是。中国制造独步全球。合作愉快，合作愉快。我送你上去吧。不用了，我今天吃了那么多还打了。真的谢谢你。不客气。对了，你以后打算怎么办？凉拌呗。我要是在家吃闲饭，我妈肯定一天给我安排5个相亲，卖卖设计图什么的，总能糊口吧。如果你当我是朋友的话，我也不介意出点力。我怕我总是连累你。是我连累你才对。你的过去我来不及参与，你的未来如果需要帮助，我一定奉陪到底。优于别人并不高贵，最高贵的是优于过去的自己。这句话我想跟你分享一下。好冷啊！你好端端怎么开始作诗了？上去吧。来，就这样，拜拜。拜拜。
谢谢，让我遇见你。你躲，你再躲！干嘛了？哎，1000万元你连个人影都不见了。人家张弛已经答应说做欧维雅的设计指导了，你现在打算怎么收尾吧？就这个设计比赛啊？走开，不要烦我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哦，你为了傅方思都能跳垃圾桶里边去捡图纸去，我问你几句公事，你就这么敷衍我？你当我城乡男啊？哎！